嗨，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我们就来看这一周美国联准会的官员他们有什么样的公开讲话。那这次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4位联准会的官员。那这些官员呢，他们有3位是具有利率投票权的，那有1位的话呢，他是没有利率投票权的。首先第一位是蜜雪儿波曼，那他是具有利率投票权的。那他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就表示，我倾向于在降低政策利率时保持谨慎还有渐进，因为呢通膨现在依然是非常的高。那其实他这段话的含义就表示联准会担心如果快速降息的话呢，可能会导致通膨重新反弹，尤其呢在经济增长较快的一个情况之下。那这对我们投资人而言就表示降息的速度呢可能会减缓，也就表示呢美债的收益率在短期内呢它的波动性应该是比较小的。那第2位官员他是没有利率投票权的，他的名字叫做奥斯坦古斯比尔。那他表示从长远来看，1年后的利率呢应该是会显著低于现在的水准，但是呢下调的速度可能会随着时间而逐渐的放缓。那从他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他对降息的态度也是比较乐观的，跟上面1位一样，但是呢降息的速度的话呢就是比较缓慢哦。那另外1位叫做贝斯哈马克，那他也是有利率投票权的。那他就表示呢，我们已接近需要放缓降息步伐的时间点，因为现在的经济依旧是十分的强劲，但是通膨呢是没有大幅的下降。那他的观点呢就表示他认为现在的利率政策呢是偏向于具有限制性的，应该要慢慢的降低至中性利率的水平，避免过早的放松，导致过度刺激经济。那最后1位呢是玛丽戴利，他是具有利率投票权的。那他就表示呢，就业市场现在仍处于一个健康的状况，每位失业者呢几乎都有1份工作。那他在公开讲话当中其实还要表现出非常多的态度，他认为呢现阶段的劳动市场呢是相对平衡的，暗示降息空间有限，需等待更多的数据来决定是否要继续降更多。那他在访谈当中也持续的强调，近期的通膨和就业数据会成为联准会是否要继续降息的一个关键因素。那我们就来看美国最新的核心通膨 Core PCE， 那它在11月27号公布出来的数值是来到了 2.8%。 那这个 2.8% 的 Core PCE 是有上升的一个情况哦。那为什么 Core PCE 会有上升的状况呢？那市场上有一个声音就这样表示，川普回归，所以呢美国通膨呢会迎来一个上升的趋势，主要就是因为川普的关税政策可能会提出，那关税提出之后呢就会导致通膨上升。那当市场中呢通膨即将反弹的这个声音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烈的时候呢，实际通膨反弹的可能性就会激增哦。这反映了所谓的通膨预期心理的一个效应。当企业和消费者预期成本即将上升，那商家往往会预先的提高价格，这就真的导致了价格上升哦。所以呢，通膨心理呢不仅会影响市场的一个价格，还可能会对货币政策产生一个压力，使得联准会不得不考虑更激进的措施来抑制通膨，或者是呢减缓降息的步伐哦。那以投资的角度来看，如果通膨的预期上升的话，那资金可能就会流向避险的资产，像是黄金哦。那再来我们来看美国的失业率。那美国的失业率在12月6号公布出来的数值是 4.2%， 比前值的 4.1% 上升了 0.1%， 而且也比今年年初2024年1月份的 3.7% 还要上升了 0.5%。虽然失业率看起来像上升蛮多的，但是呢如果你把它拉长期来看的话，现在美国的失业率依然是低于历史的水准哦。所以我们总结上面的经济数据，还有4位联准会官员的谈话，联准会在利率政策上呢，它是保持比较谨慎还有灵活的态度。那对我们这些美债投资者来说，这种谨慎意味着收益率可能会在短期内呢产生一点波动，但是呢长期下降的趋势并不会改变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台湾的美债以及债券 ETF 在11月份的净值规模以及推荐表格。那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表格，你可以发现到降息不如预期的一个状况呢，使得投资人呢开始大幅的去撤离我们的美国公债 ETF 哦。你可以发现到这些美国公债的 ETF 在11月份的时候呢，他们的受益人数都出现了大幅的下降哦，只有少数几档是属于上升的一个状况。那受益人数上升的像是 00679B 在过去1年它的一个含
息绩效大约是1%左右。但与此同时呢，美国的基准利率已经下降了 0.75%， 这说明呢，债券的价格并非只受到利率政策的影响，还会有其他的因素在作用。这边的话呢，你可以想象有一个非常有钱的投资人呢，他叫做市场，他手上呢有一大笔钱，但是呢他非常的斤斤计较，他要求呢每一分钱都要投入风险以及报酬最佳的地方。这意味着即便呢降息呢导致那种就有高利率的长天期债券呢，它的吸引力大幅的上升，但如果同时呢股市还有加密货币的回报更大的时候呢，市场的资金仍然可能会流向其他的地方，而不会流向长天期的美债这就会使得债券的涨幅呢会非常的受限。所以呢，我们投资债券的时候呢，并不像是之前很多投资人在讲，投资债券就是一个送分题。投资债券的话呢，还是有5大的投资风险。那这个影片的话呢，我有放在上面这边大家可以前去观看降息固然有助于债券的价格上涨，但是它并非唯一的影响因素。市场对资产风险以及报酬的衡量呢，会影响资金流动的方向，不是单纯依赖降息必涨这样的公式好像是我们今年的0050，它就上涨了 47%， 不包含股息那就算是美国大盘 S&P 500指数，今年以来呢也上涨了 27%。那股市绩效这么好的情况之下呢，就会使得资金呢跑到股市去，而不会来到债市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公司债券 ETF。 那公司债券 ETF 除了刚刚挂牌上市的 00950B 的凯基 A 级公司债，以及 00953B 的群益优选非投等债，还有 00959B 的大华头等美债15加 ETF， 他们的受益人数有明显增长之外呢，其他的 ETF 他们的受益人数在11月份的时候呢，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包含我们最热门的 00937B 的群益业居头等债20加 ETF。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债 ETF 在11月份的绩效以及配息排名。那绩效表现的话呢，直至11月底台湾所有的美债 ETF 还有债券 ETF， 如果你从年初投资到现在的话呢，那你的绩效都是属于正增长的排除一些新进的 ETF 之外，都是属于正增长的，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绩效。那其中美债 ETF 当中呢，绩效最佳的几档呢，都是属于短天期的美债 ETF分别是 00859B、00864B 还有 00865B。 那这主要受益于美国公债殖利率倒挂的情况短债的殖利率呢，它是比长债还要高好像是美债10年期的殖利率去减掉2年期的殖利率，在最近这几个月他们才脱离倒挂的情况倒挂的情况就表示呢，2年期的美债它的殖利率是高于10年期的美债这在历史当中呢都是属于一个异常的状况那美国公债 ETF 当中呢，殖利率最高的是 00795B 的中信美国公债20年期的 ETF， 它的殖利率是来到了 5.1%。 那公司债券 ETF 殖利率最高的则是 00725B 的国泰投资级公司债 ETF 那债券 ETF 绩效最优异的则是下面这3档，分别是 00741B 的富邦全球非投等债 ETF， 它是来到了 14.1%。 那第二名则是 00727B 的国泰优选非投等债 ETF， 则是来到了 13.1%。 那第三名则是 00710B 的富华彭博非投等债 ETF， 它则是来到了 12.4%。 你有没有发现到公司债券 ETF 当中绩效最优异的那3档 ETF 都是属于短天期，而且呢是属于非投等债的 ETF。 因为我们短天期 ETF 它本来就配发比较高的殖利率，再去加上它又是非投等债，然后经济状况又是非常好的一个情况之下，那非投等债它的违约几率就比较低，再去加上它也配发很高的利息，那就使得非投等债的 ETF 它们的绩效是最优异的好，那在殖利率方面，美国公债 ETF 殖利率最高的是 00795B 的中信美国公债20年期的 ETF， 它是来到了 5.1%。 那公司债券 ETF 则是 00725B 的国泰投资级公司债 ETF， 它来到了 6.7%。 好，那关于以上的这些表格的资讯以及内容，我都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以及置顶留言栏当中。如果你想要持续学习投资理财，而且觉得 Kevin 的内容不错的话呢，你可以订阅本频道，然后呢在下方免费的下载，不用填写任何的资料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想要每周都可以定期的拿到我的分析报告，像是联准会的一个动态以及降息的趋势，或者是美债券 ETF 的分析表格，你可以直接去订阅我的电子报。那只要我有更新，我都会用电子报第一时间寄给你哦。好了，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 Kevin。如果你觉得此影片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个赞带走。那 Kevin 持续输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支持。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好，就这个有底线的，就是有利率投票情况。这位叫什么国呀？很长哦。那首先第一位的话呢，首先第一位他是